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子。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呀，传染性呢是很强的，所以呢很多人都害怕。其实生活中有一些人是不易被传染的，那是哪些人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吧。第一个，安全意识强的人。那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啊，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出门不戴口罩，也不注意呢消毒和洗手。那这样的坏习惯呀，就会给病毒可乘之机哦。但如果你少出门呢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常消毒，多开窗通风，这样也不会让新冠病毒找上你哦。第二个，免疫力强的人，那我们会发现呢，如果自身免疫力强的话，平时呢也会少生病。那免疫力啊，就是身体的防护墙，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病毒，所以呢，只要自身免疫力够强，患上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呢也会减少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不喜欢抽烟喝酒的人。那烟酒中呢都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经常抽烟对肺部健康不利，会使肺功能下降。那喝酒则不利于肝脏的健康，也会呢影响到肺部的健康。所以不抽烟喝酒的人，肺功能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，这样呢更不容易被新冠病毒侵袭哦。那上面的这3点，如果你占的越多，或许病毒越不敢靠近你哦。我们身上的体毛有很多，而不同部位的体毛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个，眼睫毛。眼睫毛是有保护眼睛的作用的，可以帮助抵挡外界的灰尘和小飞虫，避免眼睛被细菌感染。如果将眼睫毛剪掉，不仅会影响形象，还容易让细菌对眼睛造成伤害。第二个，鼻毛。鼻毛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，减少冷空气对鼻腔的伤害。如果将它剪掉或者是拔掉，很容易导致感染，那鼻子健康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第三个，腋毛。腋毛不仅可以帮助人体散热，还能够帮助抵挡细菌。如果将腋毛刮掉，就会影响到腋窝散热，让细菌更容易滋生，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刮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的体毛，大家不要乱刮，不然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哦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痔疮、便秘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，大大的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那该怎么预防和改善痔疮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承山穴。承山穴在我们小腿后侧肌肉浮起的尾端就是承山穴。当出现痔疮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承山穴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以感觉到酸麻胀痛为宜。那按摩承山穴具有疏通经络、活血化瘀的效果，经常按摩有很好的消炎止痛的作用，对缓解痔疮和便秘都有很大帮助。痔疮是一种很顽固的症状，对于经常疼痛难忍甚至便血的人，不能够光靠按摩来缓解，还是要改变饮食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摆脱痔疮的困扰。好了，本次俗话说得好啊，一胖毁所有啊，所以啊，减肥才是真正的整容。那想要逆袭的吃货们，赶紧放下手中的美食，让木子教你一个方法吧。当当当当，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我们身上的一条经络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带脉了。带脉呀，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在我们的肚脐向腰两边画一条线，那围着腰部一圈，也就是我们这里。然后呢，将我们手握成拳敲打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敲打2到3次。敲打带脉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收肚子，减少赘肉产生，对于便秘的人来说，还有很好的通便效果哦。还有啊，肚子大的朋友，每天吃完饭呀，不要就坐着或者是马上躺下，起来溜达溜达，运动运动，这样可以让大肚腩离你远远的哦。失眠是现在社会的常态，很多人不以为意，殊不知长时间的忽视带来的是身体健康每况日下。睡眠不足会给身心带来很多伤害，所以我们应该及时的调理。在我们身体自带催眠穴，睡不着的朋友可以按一按。在我们头上有个安眠穴，位置很好找，在耳垂后的凹陷与枕骨下的凹陷连线的中点处。安眠穴有镇静安神的功效，按摩时用食指按揉就行，力度可以先轻后重，感觉有酸麻胀为宜。左右两侧交替按摩3到5分钟，
那经常按摩安眠穴有很好的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。每天睡前按一按，能有效的改善失眠。还在被失眠困扰的朋友，不妨试一试吧。建议经常失眠的朋友，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尽量10点就上床休息，保持全身轻松。也可以在睡前喝一杯温牛奶，这样对睡眠会有一定的帮助。话说10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都是因为不规律的饮食导致的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大陵穴。大陵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在我们手掌横纹的中点处。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将双手手腕处的大陵穴相互对敲，这样每天敲打3到5分钟即可。大陵穴对应的我们的脾胃，被称为人体的健胃消食片，所以经常这样刺激大陵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提升胃动力，对受损的胃黏膜也有一定的修复作用。每天坚持敲打2到3遍，能让脾胃慢慢的好起来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护胃部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远离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。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，3餐定时定量，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比如小米、荞麦、核桃等。现在有肠息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经常被人们忽视。那当肠道长出息肉时，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腹部异常疼痛。如果肠道出现息肉，那么可能会出现腹部异常疼痛的情况，而且那种坠痛感和绞痛感是我们往往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第二个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往往不以为意。其实这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息肉，大家也要引起重视。第三个，排便时出血。如果痔疮比较严重的人，排便时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，要小心是肠息肉找上门了。肠息肉的危害很大，所以大家一旦发现，及时的进行治疗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你们说现在这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，那不像以前，那想吃个肉还得盼着过年。现在呢，每天都能吃像年夜饭一样丰盛。可是这也容易呢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出现血液粘稠。那血液粘稠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2个信号哦。一个是早上起来头晕目眩，浑身乏力没精神；还有一个呢就是下顿费力，容易呢胸闷气短还头晕。不过先别慌，今天呢木子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可以预防血液粘稠。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能软化血管，预防血液粘稠堵塞，还能呢美容养颜哦。荞麦富含微量元素铬、芦丁和亚油酸，能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改善血管堵塞。香菇含有大量的食物纤维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血液粘稠度。你好不好看脾胃，学会2个小动作，脾胃健康人长寿。动作1，按摩肚脐。大家可以平躺，然后将双手重叠的放在肚脐上，进行顺时针旋转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可以早晚各按摩1次。或者呢，2个手放在肚脐两侧，这样上下来回的搓动，感觉肚脐发热为止。经常这样按摩肚脐周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补益气血。经常感觉胃痛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人，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动作2，蹲马步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下蹲，脚尖向前，保持平行，膝盖分开，朝向左右两侧，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边，腰背挺直，目视前方。这样坚持2-3分钟，有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的作用，对强健脾胃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上面的这2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有规律的饮食，细嚼慢咽，吃东西也要注意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，还有饭后出去散步，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脾胃功能，对保养脾胃都有很好的作用。俗话说，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。体内如果有湿气的话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影响。那如何知道体内是否有湿气呢？可以从下面3个表现判断。表现1，大便不成形。若排便时出现大便不成形，而且很黏腻，经常粘在马桶上的情况，那么就可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。
表现2，四肢无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四肢无力，身体很疲惫，而且还没有精神，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种表现，需要及时的祛湿。表现3，食欲下降。当体内有湿气的时候，人的胃口也会下降，看到什么都不想吃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也需要及时调理。若要出现上面这3种表现，就要抓紧祛湿了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排出湿气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然后将自己的右脚抬起来，脚背绷直，用右脚的脚背去踢左腿的小腿部位，可以从小腿的肌肉开始，一直踢到脚踝，这样踢49下，然后再换左脚踢右腿，也是踢49下。这样踢腿可以刺激到承山穴，那承山穴有运化水湿、固化脾土的作用，所以经常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排出湿气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